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攻击型武将诸葛诞。这一次我们会先从他的被动技能说起。诸葛诞的3星被动会使他可以在其他武将普攻时恢复100点怒气。若普攻的武将为魏国，则恢复量翻倍，每回合最多触发5次。这个被动基本上就是为了吕布羁绊的 SP 张辽而准备的了，以下就简称为吕辽。若触发普攻的是吕辽，那么5次普攻刚好就可以让诸葛诞回满1000点怒气，释放1次怒攻。SP 关羽也是一个能一回合能多次普攻的武将，只可惜他不是魏国，所以一回合最多也只能让诸葛诞恢复500点怒气。由于 SP 张飞的龙魂技会率先触发 SP 关羽的普攻，所以在 SP 张飞没有被封龙魂的情况下，实际上都是 SP 关羽会先打满5次普攻，诸葛诞就只能恢复500点怒气而已。5星被动会在开场时将诸葛诞对位的敌方后排武将与敌方的2号位武将交换位置，并为该武将添加举义标记。换位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比如当时在陆服的环境，就经常有人将专武公孙瓒放在2号位去踢人的。如果公孙瓒被换到后排去，不仅会踢不了人，本来放在队里的用途也会被完全打乱。换位的第2个用途是将敌方藏在后排的重要武将或脆皮武将换到前排来送死。最经典的代表就是把后排的输出武将命魂马超和关银屏换到前排来打死。诸葛诞一般会站2号位，因为马超和关银屏最常站的也是这一列。不过实际的站位还是要玩家根据自身的现状去调整。毕竟若2号诸葛诞太多，人家的关银屏和马超被打怕了也是会换位的，总不可能还一直傻傻的让你打。换位的能力只是一个小插曲，诸葛诞5星被动真正的核心其实是举义的效果。举义简单来说就是标记，诸葛诞在开场会先攻击对位的敌方后排武将，为其添加不可抵抗和清除的举义，然后才把它换到2号位去。被标记的武将会成为我方武将普攻和诸葛诞怒攻优先攻击的对象，并且被标记举义的目标每2次受到普攻时，我方1号位武将会立即释放1次普攻。额外释放的普攻不恢复怒气，每回合最多触发3次。这摆明了就是要你把 SP 吕辽放在1号位，然后再让 SP 关羽普攻2次去触发吕辽的普攻的。这是典型的策划教你玩游戏，所以诸葛诞就是专门为了吕辽关队而设计的专属武将。有了诸葛诞这个中间人， SP 吕辽就可以透过 SP 关羽来触发普攻，不会再被其他五子成员给绑死。再看看 SP 关羽普攻的频率，2次普攻就可以触发1次 SP 吕辽的普攻，想想都觉得可怕。要知道 SP 吕辽的1次普攻可不是只有打1次，而是有机会直接连打全队的。拿 SP 关羽来换五子成员，这绝对是非常划算的买卖。这是3打1的最新版本，只不过这次联合的是新旧人权武将 SP 关羽和 SP 吕辽，这个组合可要比张苞决斗联合的关兴和 SP 张飞强多了。接下来是关于举义的一些说明。举义在同一时间只会存在1个，而且在打首领时无法生效。如果举义标记的是无法受到伤害或无法被选为目标的敌人，就不会触发优先攻击的效果。比如举义在第1回合标记了 SP 孙尚香，但 SP 孙尚香在单数回合是无法被单体攻击选中的，所以举义优先攻击 SP 孙尚香的效果就不会生效，这样就可以避免我方的攻击会全部落空。但反过来说就是 SP 孙尚香是可以用来克制诸葛诞，让吕辽关的联动失效的。若被标记举义的目标进入隐匿状态，则举义会随机转移到其他的武将身上，转移的效果最多触发2次。张苞听到后直接哭晕在厕所里，因为举义真的比决斗聪明太多了，张苞只能等出专武来改善缺点了。诸葛诞的怒攻是单体攻击，刚好可以配合其他2位武将来加强对举义目标的输出。
诸葛诞每次释放怒攻都会添加1层弱点暴露和重置举义每回合追加普攻的限制次数。弱点暴露会使目标的最终抗爆下降 20%， 并且在受到普攻暴击伤害时，额外受到自身最大生命值 10% 的伤害。弱点暴露触发的真伤可以无视护盾，每次生效后减少1层。怒攻重置举义追加普攻次数的效果，也让 SP 旅寮有机会在一回合内打出超过3次的额外的普攻。异火被动会使我方武将的普攻对处于护盾状态下的武将造成的最终伤害结果提升 30%， 若发动普攻的武将属于魏国，则伤害结果提升翻倍。这很明显就是用来加强旅寮队打盾的能力的。3火被动会强化诸葛诞的5星被动，让他在发动5星被动换位前，会先吸收前排怒气最高的所有武将200点怒气，此效果整场战斗只能发动1次。如果敌方前排站的是3位怒气相同的突击型武将，那么这3位突击型武将的怒气都会被吸掉200点，而导致无法开场释放怒攻。但无论诸葛诞成功吸走多少位武将的怒气，他都只能获得200点怒气，并且这200点怒气在敌方释放怒攻或龙魂技后就会被返还。这个奇怪的技能其实又是为了对付专武公孙瓒而设计的，因为只换掉2号位的武将，并没有办法准确的封住站1号位和3号位的公孙瓒，而且只有在开场就先把前排的怒气吸走，才能万无一失的防住专武公孙瓒在战斗开始就直接踢人。为了应付专武公孙瓒这个破格的踢人，策划也算是费尽苦心了。这下你知道为何台服要一直把它封印了吧？虽说在怒气返还后，公孙瓒还是可以踢人，但在目前环境各种冰封的控制下，这一脚是真的很难踢出去，即使成功踢出了，可能也已经对战斗不构成影响了。因为这时 SP 关羽和 SP 张飞的联动早就打完了。3火被动还会在诸葛诞释放怒攻后，将普攻升级为萨踏流星，并使诸葛诞立即释放1次萨踏流星。升级后的普攻伤害并没有改变，只是攻击范围会变成攻击一列，并且也会变得像怒攻一样，可以为敌方武将施加1层弱点暴露。萨踏流星在释放2次后会变为星链，名字取得很好听，但其实这只是将萨踏流星切换回一般的普攻而已。诸葛诞需要再次释放怒攻，才能让普攻再变成萨踏流星的模式。5火被动会使我方魏国武将普攻时，每拥有10点怒气，普攻倍率就会增加 0.2%。当拥有举义标记的武将受到我方普攻时，相邻武将也会受到等同于该次伤害 30% 的建设伤害。这又是在增强张辽了，这好像还是第一次有武将的5火被动，只是用来增强其他武将的。仔细一看，诸葛诞所有的技能其实都是在为 SP 旅寮服务的，他就只是旅寮的专属工具人。诸葛诞的羁绊会在上阵2名攻击型武将时被激活，这个条件也很好达成，诸葛诞自己就是攻击型武将，这时只要再搭配 SP 张辽或 SP 关羽就可以激活了。羁绊技能会让诸葛诞免疫所有怒气降低效果，包括无法恢复怒气和怒气恢复速度降低等效果，并且会让拥有举义的敌方武将被击退后，随机再标记1名其他存活的敌方武将，每场战斗最多生效1次。张苞又再次哭晕在厕所里，因为他需要自己释放怒攻，才能重新添加决斗。最后来说一说诸葛诞的抽取建议。诸葛诞的加入，让旅寮官队再次获得了提升，让原本只是一次性放完1轮普攻就丢弃的 SP 旅寮获得了新生，可以再次循环多次释放普攻。但诸葛诞坏就坏在完全和旅寮官深度绑定，一旦旅寮官被淘汰，诸葛诞也会完全失去就业机会，跟着一起被淘汰。实际上，距离这个日子差不多也只剩下3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已。接下来登场的 SP 大乔、命魂法正和 SP 诸葛亮都是对旅寮官队不太友好的武将，
由于台服没有专武公孙瓒，所以诸葛诞也少了一个为了针对专武公孙瓒而抽的理由。最后抽不抽诸葛诞，就只剩下你要不要在这段期间玩吕辽官队这一个理由而已。所以想玩就抽，不玩就不抽。印象中诸葛诞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用途了。老区资源多，抽就对了。至于连很多基础武将都还没有培养好的新区，就要慎重考虑了。尤其是新区的无氪玩家，如果连其他吕辽关的队员都还没有培养完成的，就不建议再花资源去抽一个时效这么短的武将了。SP 张辽、SP 关羽、SP 张飞，再加2个命魂武将，差不多就是吕辽队的配置。等这些武将都满了后，才来考虑抽诸葛诞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